欢迎你来到咖啡屋，我是一彩。姐妹们，是不是觉得每到秋冬一穿毛衣，整个人就没精神？其实不是你没气质，也不是年纪的问题，只是毛衣选错了。有些款式会让人看起来臃肿，没层次，但只要避开几个常见雷区，换上对的剪裁与颜色，毛衣反而能让你温柔又显贵，温暖又有型。今年秋冬，一彩要告诉你如何用一件毛衣穿出气质加年轻感，让你走在街上不靠名牌也能闪闪发光。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毛衣雷区就是厚重松垮型毛衣。一到冬天，很多人都爱这种毛衣，因为看起来又软又暖，穿起来很舒服，觉得越厚越能保暖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穿上这样的毛衣时，镜子里的自己突然变得没腰没脖子，整个人像一个毛球。我常说，保暖可以厚，但气质不能松。这种毛衣最大的问题是它没结构，针织密度过大，坠感太强，整个人就会被衣服吃掉。有些款式肩线下垂，袖子宽松，下摆没型，你一穿就像被毛衣吞掉，看起来又矮又圆，整个人瞬间老5岁。尤其是我们中年女人，肩膀微驼，背部略圆，这种毛衣会放大所有松弛的地方，你想藏住腰，结果却藏掉了身材的线条。我以前有个学员阿玲，50岁出头，皮肤保养得很好，但她老是说我怎么穿都显胖。我看了她的穿搭，立刻就知道原因。她的毛衣全是这种后坠款，我让她换上清真织羊毛衫，肩线略挺，下摆微收，结果一上身人变挺了，比例拉长了。同样是毛衣，一个是家居服，另一个是有气质的女人。厚重松垮的毛衣会让你整个人陷进去，轻盈有结构的毛衣会让你立起来，那个立起来的感觉就是气质的开始。一彩建议避开无腰线的 oversize 款，改选微落肩加收口下摆设计，这样既能遮肚又不显臃肿。厚重羊毛容易蓬，建议选清真织羊毛或羊驼混纺，有垂感才有气场。暗沉颜色会让人更显老气，试试奶灰、雾粉、驼杏、奶白，这些颜色能反射光线，让气色更亮。有时候我们不是胖，是衣服太松垮，那种垮掉的感觉就像一个人提不起劲。毛衣不该是让你躲起来的，而是该让你立出来的。姐妹们，不要再被厚骗了，别以为越厚越高级，越松越时髦。你要的是看起来暖，不是看起来肿。记得选有支撑感的针织，选有腰线的剪裁，选能让你挺起来的温柔。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雷区，几乎90%的女人都踩过。你以为自己穿得有设计感，结果上身却像节日毛毯。下面我要跟你说说，为什么图案太多、颜色太乱的毛衣会让你从气质女神变成邻家阿姨。我知道很多人挑毛衣的时候都有这个心态，素色太单调，来点花样比较年轻，有设计感。结果呢，买回家的毛衣一堆，条纹、格纹、雪花、爱心、亮片、刺绣，穿上去本以为是法式浪漫，没想到一照镜子像节日地毯加乡村阿姨合体。我常说，图案太多的毛衣会吃掉你的气质，因为人眼第一眼看的不是你的脸，而是那些跳出来的颜色与花纹。结果脸被抢戏，肤色显得脏，整个人反而暗淡。尤其是50岁以后，皮肤底色略黄，脸部轮廓变软，若再穿饱和度太高的毛衣，就会让肤色更沉，气质更乱。你看那些真正气质好的女人，她们穿的毛衣几乎都是低饱和、干净、留白感强。为什么？
因为他们懂一个道理：衣服越安静，气质越有声音。我有个观众留言，他说：一彩，我以前以为衣服越有花样越显时髦，结果被我老公夸了一句：斐，你今天这件毛衣好温柔窝飞。那天我穿的是一件素色奶性毛衣，我突然明白，原来简单才是高级。这句话我听了好久，因为他说出了重点。其实从色彩学角度来看，颜色越多，焦点越分散，颜色越纯，气质越集中。就像画画一样，整幅画满是颜色，反而看不到重点，只有留白的地方才让人呼吸。穿衣也是一样，毛衣的颜色留白，其实就是你气质的空气。颜色越乱，等于视觉越老。50岁后的气质穿搭，建议每套衣服不超过3个颜色，主色加中性色加提亮色就够。例如云灰粉、奶咖、雾蓝、暖性，这些颜色带一点灰调，能温柔你的肤色，让气质变得轻而稳。取代图案花色的方式是织纹、细针、麻花、螺纹，这些都能增加层次感，却不会抢戏。我以前有位客户52岁，特别爱穿亮片毛衣。他说，我喜欢闪亮亮的，觉得有气氛。但那天他来见我时，我让他脱下那件闪片款，换上一件雾玫瑰针织毛衣加珍珠耳环。我记得当他照镜子的时候，整个人突然静了，他没说话，只是轻轻笑了。那个笑容像是终于看到自己的样子。姐妹们，我们这个年纪的美不需要靠花样堆砌，气质这2个字从来不是热闹出来的，而是简单留下来的。别再让衣服抢走你的光，留一点素，留一点静，你的脸，你的气场就自然成了全身最亮的风景。接下来我们要讲第3个让你看起来没气质的陷阱，它藏在你的领口。你以为只是小细节，其实领口的错误会决定你看起来是贵气还是累赘。下面一彩告诉你怎么用领口设计让气质升级3倍。我观察过上百位中年女人的穿搭，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就是领口，要么高到把脖子埋了，要么低到整个锁骨外翻，要么宽松没型，像睡衣，要么太紧，像勒脖。你以为自己是在保暖，其实是在压气场。有位粉丝留言给我，他说，一彩，我每年都买高领毛衣，但一穿就觉得闷，脸大，肩宽，可又怕冷，不敢脱。我回他一句，不是你的脖子短，是你的领子太嚣张。高领毛衣最容易出现2个问题，一是材质太厚，堆积在颈部，让脸更圆；二是领口太紧，没有空气流动，结果呢，1个字，闷。真正的保暖不靠堆料，靠设计。你可以试试半高领，它比高领矮2公分，却能露出一点点脖子线条，整个人就会轻起来。如果你想更显瘦，那就选微领，它会自然拉长脸部线条，让五官更立体。配上一条细项链或丝巾，那种优雅是岁月换不走的。如果你脸比较圆，建议选 V 领或 U 领的毛衣，它能自然拉长下巴线条，让脸看起来更小更利落。如果你是脖子比较短的女人，那就挑半高领或立领，记得让领口立起来一点，有结构感，整个人会更挺更有气势。如果你是脖子偏长，那就穿柔软圆领，露一点锁骨，比例更柔和，也更有女人味儿。那怕冷又怕脸大的女人怎么办？你可以用叠穿法，里面穿薄高领，外面搭 V 领针织或开襟外套，这样既保暖又能拉出层次，显瘦显脸小，还特别有气质。有些姐妹说我脖子粗不敢露，我告诉你，脖子越粗越要有空间，
你可以试试立领加短发加长耳饰，露一点点线条反而更利落。气质这件事啊，有时候不是遮，而是留。留出1寸肌肤，你就多了1分呼吸。你知道为什么日本女人特别会穿毛衣吗？因为她们懂，毛衣不只是保暖，它是脸的延伸。日本女性会在领口处留出呼吸，让衣服和皮肤之间有空气感。而我们很多人喜欢把自己裹死，结果气质也窒息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讲最后一个陷阱。很多女人以为长毛衣能遮小腹藏肉，结果却把比例全遮没了。要知道，毛衣的长短决定你是精神女人还是松垮阿姨。下面一彩告诉你怎么抓最显气质的毛衣长度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穿上那种长毛衣时，整个人瞬间变得没有脚，腿被截掉，腰也没了，从背后看像一整块布，没有分界线。我们这个年纪的女人身体比例稍微变一点，重心下降一点，那个长毛衣就会像加重的罩子，把整个人压得更扁更厚。其实从穿搭比例学的角度来说，上短下长的穿法永远比上长下短更显气质。短毛衣可以让腰线往上提，让你的腿在视觉上变长2倍，而长毛衣因为覆盖臀部，会让人分不清哪里是腰哪里是腿，比例一模糊，气场就塌。我常说，毛衣的长短就是女人的姿态线，穿得太长是防守，穿得刚好是自信。你不需要藏自己，你需要被看见。最佳长度，毛衣下摆落在臀上2至3公分最显高，这个位置能自然地分割比例，不会显矮，又能修饰腰腹。小个子建议选短款微宽松毛衣加高腰长裙，这样上轻下重，比例瞬间拉长。如果你是高个子，可以尝试中长开叉款加窄管裤。开叉的位置能制造走动流线感，让身形更灵动。姐妹们，如果你怕短款会显肚子，那就这样穿，里面一件长衬衫加外面短毛衣，让衬衫下摆露出一点，层次有了，比例也被拉长。这样穿不但遮肉，还会让你看起来更有品味。我有个客户叫雅文，她以前最爱穿那种长针织毛衣。她说，一彩，我这样穿才安心，什么都能遮，但每次出门她都觉得自己怎么越来越没精神。我让她试着换成短款毛衣加直筒裤，她照镜子的那一刻愣住了。她说，艾迪，我怎么变高了？我笑着说，不是你变高，是比例变了。姐妹们，比例感就是气质感。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老了，其实不是老，是衣服把你的精神压低了。衣服太长、太垮、太沉，会让你的姿态变慢，气场变低。但当你换成正确的长度，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人都立起来了。好了，4大毛衣雷区，我们讲了3个：太厚、太花、领错。这一章讲的是长度，但很多姐妹问我，那我到下面一彩就带你找回越穿越贵气的毛衣。穿搭从来不是否定自己，而是学会用衣服衬托最好的自己。如果前面4个雷区是减法，那这里就是加法。我们要加气场，加温柔，加立体感。我常说，女人的气质藏在细节里。一件毛衣，从针线密度、肩线结构、颜色调性，都能看出她的生活态度。今天，一彩就告诉你，这4种毛衣，你一定要有。穿上它们，不仅显气质，还会让你看起来贵得刚刚好。第一种，细针织羊毛衫。细针织羊毛衫，就像是一个女人的底气，不张扬，却让你整个人安静又有力量。细针织的优点在于轻、薄、挺，穿在身上贴合轮廓，但不紧绷。
尤其是50岁以上的女人，脸部线条变柔，骨架变松，这种毛衣能自然托起气质。挑毛衣的时候，记得选半高领或 V 领设计，露出一点锁骨线条，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更柔和、更轻盈。颜色方面，建议你多试试奶杏、雾粉、烟灰、薄拓，这几个色系不挑肤色，怎么穿都温柔又有气质。如果想更减龄一点，可以在脖子上搭一条细丝巾或珍珠项链，不仅能提亮脸部光感，还会让气质更精致。没有羊毛衫也没关系，可以选绵羊绒混纺款，手感厚实，垂感也很好。如果想要更轻盈的感觉，那就选莫代尔针织，那种微微的光泽，穿上去就像自带柔光滤镜一样温柔。第二种，微落肩短款毛衣。这类毛衣看似平凡，却是最懂身材的朋友。它能自动拉高腰线，让你的比例变得刚刚好。微落肩让肩线柔化，不会死板，也不会塌垮。配上短版设计，整个人显得利落又精致。下半身的搭配其实很关键。如果你想要显高又显瘦，可以配高腰直筒裤、百褶长裙或 A 字裙。这3种版型最能拉长比例。想走休闲风，那就配牛仔裤；想要更有气质一点，试试针织长裙，柔软顺身，走起路来都特别优雅。颜色上，雾蓝、灰驼、奶白都是很好的选择。不挑肤色，穿上立刻提亮整个人。如果你没有短毛衣也没关系，只要把毛衣前非微微塞一角进裤头，马上就能打造出伪短版效果，比例拉高，腰线出现，气质直接翻倍。第3种，中性色系毛衣。如果你常觉得自己气色暗，脸显黄，那就一定要试这类颜色。中性色不抢戏，不吃肤色，反而像背景灯，会让脸发光。它的美，不是浓妆艳抹的美，而是自然调光的美。在毛衣颜色的选择上，我特别推荐这几个色系：奶灰、雾蓝、杏驼、烟粉、燕麦米。这些颜色不挑肤色，特别适合我们亚洲女人的黄底肤，穿上去气色会更柔更亮，整个人干净又有气质。如果你想让穿搭更有层次，可以试试同色系不同材质的搭配。比如说雾灰毛衣配一条浅灰羊绒围巾，雾感里带一点光，那种柔中带亮的贵气自然就流露出来了。第4种，结构感肩线毛衣。最后一种是每个中年女人必备的一件，它的魔法在于能瞬间让你挺起来。结构感，肩线会自然撑起上半身，整个人看起来精神，有骨感，有气势。尤其在秋冬里，当外套压上去，你的肩还能立起来，那份姿态会让人一眼记住你。想让整体看起来更挺更有气场，建议你选择微垫肩或立体剪裁的针织上衣，它能让肩线更明确，整个人自然显得精神又利落。颜色方面，深驼、奶白、雾蓝都是稳重又显气质的色系，能衬出肤色亮度，也撑出成熟女人的高级感。下半身记得保持简洁，高腰长裤或笔管裙都能延伸比例，让身形更修长。如果你没有结构毛衣也没关系，你可以用丝巾或围巾在肩上轻轻打一个结，制造出肩部的视觉提拉感，那是一种气势的假肩线，简单优雅又非常有效。衣服有挺度，女人就有态度。姐妹们，这4种毛衣不是让你变谁，而是帮你回到最好状态的自己。我们这个年纪不需要装年轻，但一定要有精神感。精神不是外放，而是一种撑得住场面的安静。毛衣对女人来说不只是一件衣服，更是一种姿态。柔中有刚，静中有光。毛衣穿对了，
整个冬天都会发光。气质不是天生，是每天一针一线穿出来的。姐妹们，今天回去翻翻衣柜吧，那些让你看起来松垮、花乱、没精神的毛衣，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。留下那些能让你立起来、亮起来、静下来的衣服，你会发现气质其实一直都在，只是你重新看见它而已。姐妹们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记得留言告诉我，你衣柜里哪件毛衣最该退休。我是一彩，愿你在这个冬天不只是保暖，还要美得有分寸、有气场。